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月音。于朦胧坠楼的真相本来是应该由警方调查、媒体追问，但奇怪的是，越接近官方的版本，疑点就越多。当所有的正常渠道都像被是按下了静音键，一股最意想不到的力量却率先发生了，那就是灵媒群体。他们陆续接收到了于朦胧还没说完的悲剧，逼得所有的人不得不重新思考：人死了以后真的有灵魂吗？于朦胧的灵魂传真相是真的吗？至少比我们想象的更值得认真对待。美国著名的超自然正义灵媒坎迪斯·斯塔尔从事通灵工作已经9年，他擅长犯罪通灵，就是用灵盒和 EVP 技术让逝者直接开口作证。因为他协助警方破获过案件，所以被称作是灵媒界的福尔摩斯。斯塔尔的代表案例包括17次连线南非失踪的女孩，还真的指引警方找到了遗骸。他揭露南非饶舌歌手命案，灵魂亲口指证是朋友干的。他还提前预言澳洲11岁的男孩是被自己的亲妈妈谋害的。于朦胧的悲剧发生后，当然斯塔尔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于朦胧的名字，只是不断的有网友给他留言，一再提及于朦胧从窗户坠落，让他帮助于朦胧通灵。斯塔尔立刻上线做出决定，如果于朦胧需要正义，我们会为他发声。斯塔尔在正式通灵之前说，名人不会无缘无故从窗户掉下去，这不是常识，但偏偏成了常识。你们懂我意思吧？网友们集体秒回，懂，太懂了。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斯塔尔在11月2号、6号和13号的3场通灵中跟于朦胧灵魂的对话。通灵中所揭开的讯息之沉痛之痛苦，让他形容第一次就已经是他一生中最惨烈的一次通灵了。11月2号，斯塔尔说，我帮助受害者，给他们第二次发声的机会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。没想到于朦胧一下子给他展现了太多的东西，他非常震惊，这让他需要片刻的时间来平复。斯塔尔情不自禁地说，这是一个被选中的人，一个纯净而充满光明的灵魂。这个美丽的灵魂却被黑暗利用，他像是被特意选中的，他的灵魂被寄予给了某个特定目的，他的纯净、他的智慧、他的奉献、他的自律却被用于黑暗。斯塔尔说自己的眼角一直在闪东西，他说于朦胧会唤醒很多人，他的能量也被邪恶收割，有一大群他认识的人知道这件事，涉及巨额资金，看起来像是洗钱。但于朦胧一直摇头，那不是我，那和我无关，这些人非常有权势，他们的钱大多是偷来的，我没参与。在整个的通灵过程中，斯塔尔感到痛苦不堪，手在颤抖。他说，他们把于朦胧当动物对待，关在笼子里出不去，只有需要他表演时才放他出来，像马戏团的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。这些人是亿万富翁，他们有钱到可以让任何人消失。他们是杀鸡儆猴，是给圈内其他的人一个警告，别反抗，别曝光，别多嘴。签合同时，你等于把灵魂签出去了。天哪，还有很多人跟于朦胧一样。他听到于朦胧说，我感觉好难受，我好难受，我受伤了，我真的很受伤，却被逼着笑。我在慢慢死去，他们不在乎。我知道我的命运，我试着不接受，我试着反抗。斯塔尔又说，我看到于朦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，我的心好痛，痛得要裂开了，因为我觉得他展示给我看的，这仅是他一部分痛苦。斯塔尔还说，于朦胧去世前几天，他看到于朦胧喝的东西里被下了药，于朦胧喝了就昏睡过去了，任人摆布。他说，于朦胧表示太多人牵涉其中，
许多知情者之所以保持沉默不发声，是因为他们的手上也沾着罪恶。他那个行业里还有很多人遭遇一样的事。别签合约，只要你们继续签，就会有更多的受害者。于朦胧还说，真相会让人送命。斯塔尔表示，这是他做过的最惨的、最艰难的一次通灵。他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他从来都没有见过。他说那段时间自己的精神状态格外的异常，每天都被笼罩在低落、悲伤和心碎当中。他不断地从食物中来寻求安慰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伤时间。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，天天刷牙2-3次，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、眼压紧绷。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劝大家，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的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泪膜滋润。有86%的人反馈使用了之后更放松、更滋润。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？如果你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SPA。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，或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。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，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。这个眼贴在工作、睡觉的时候都可以用。我的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泪，适应了之后就可以了。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花妆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给眼睛做一份长期的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，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时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11月6号，斯塔尔在直播中再次通过灵魂收音设备与于朦胧的灵魂做了对话，随后突然传来嗨的声音，与之前恩师孙德荣替于朦胧举行的安魂法会上那声嗨的声音一样。斯塔尔说自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在场观看节目的网友也都是激动不已，纷纷留言说于朦胧真的又来了，我的心好痛。有网友协助翻译并整理了于朦胧回应的详细信息。3分44秒打招呼嗨，4分10秒我受伤了，4分13秒欺负我，5分38秒范世琦是凶手，5分44秒极光光，7分13秒程青松，7分23秒辛奇，7分45秒2个经纪人是杜强和周品，8分这些人已被中共刻意隐藏并保护，8分39秒我是无辜的，这不是我的错，9分47秒被谋害，9分54秒哭声，10分12秒辛奇，10分35秒哭泣，11分01田海蓉把人变成展品，11分02秒宋伊人，11分06秒焦麦琪，11分10秒高泰宇等等其他内容。在通灵的对话中，于朦胧还提到了 U 盘，暗示那是案件中关键的物证，以及启浩博物馆798混凝土墙等关键讯息。于朦胧还说现在自己与星辰同在。以上的这些内容仅供观众朋友们参考，大家可以自己去对照原声判断。11月13号，斯塔尔再一次联系了于朦胧的灵魂。斯塔尔问：你的朋友郭俊辰还活着吗？于朦胧回应：是的，郭俊辰没死，但现在处境很不好，他们不放过他，折磨他，殴打他，这些罪恶都被掩盖着，我很伤心难过。这时灵盒突然自动的关闭了，导致这次通灵被迫仓促结束。但是在这次对话中，很多观看节目的网友都表示看到了许多白色的光球，大家都意犹未尽，很多人留言说早已泪崩。另一位英国的灵媒泰威廉姆
在11月5号和6号的直播节目中，也讲了郭俊辰遭受折磨的细节。威廉姆表示，于朦胧正在复仇，要为他点上白色的蜡烛，因为白色是最纯净和最强大的颜色，而魔鬼和中共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和黑色。所以他说，请在白色的蜡烛上分别写上他的名字和生日，还有祝愿的话语，愿他的灵魂不被邪恶所困，得到解脱自由，得以升上天堂，与正神同在。威廉姆还说，于朦胧离世带来了巨大的转变。你看看中国的极端天气，传染病再起，很诡异。演艺界的丑闻也将进一步被揭露，并因而衰落，发生大的变化。在奢侈的光鲜外表之下，许多名人和他们的公司其实已经破产了，甚至负债累累。许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威廉姆说自己不想再做解读，因为这几乎耗尽了能量。他不觉得快乐，他想到大自然中去，需要更多的休息。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英国灵媒和美国灵媒，台湾的油管频道204档案也曾经公开过一段以 EVP 灵魂盒子进行的超自然实验影片，声称捕捉到了于朦胧灵魂的回应，毫不犹豫地直指他杀，并且点名辛奇是主谋。影片还有恩师孙德荣替于朦胧举行安魂法会，现场粉丝都清楚地听到了一声嗨。那么对于长期接受中共无神论洗脑的中国人来说，会相信这些灵媒说的话吗？人死了以后真的有灵魂吗？于朦胧的灵魂传真相是真的吗？其实关于灵魂是否真实的存在，被公认是当今全球最权威的额外维度，也就是第5维空间的物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丽莎·兰道尔，在经过长达9年的研究和实验后，于2010年向媒体宣布，灵魂确实存在。此外，还有探求濒死体验的研究者也都证实过了灵魂是存在的。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中，也有通灵占卜的仪式，叫做伏击，又称伏鸾。这个鸾鸟是中国古代的神鸟，传说是西王母的使者，专门负责传达神明的讯息，因此伏鸾有传达神谕的意思。在伏击中，需要有人受到神明附体，这种人被称为鸾生或乩童，他们就是充当天神与人或者灵魂与人之间的一个媒介，就类似于西方的灵媒。神明会附身在鸾生身上，通过一些字迹来传达神明的想法，做出神谕，而亡者会通过托梦与通灵者对话等方式传递真相，追凶破案。这样的历史记载也并不罕见，所以我们宁愿相信于朦胧的灵魂传递真相不是虚妄的，人的灵魂不灭，善恶终有报，也同样不是虚妄的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这里是大师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